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uss。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带您来关心到的是深夜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中俄都在场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一回美军的三角洲5分钟之内？这个特种部队就可以破门，这是什么样等级的一场作战呢？今天就这一些军事上、军情上，我们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分析。赶快来看到这个是在美国的总统川普3日亲自宣布的，他说美军已经成功的拿下了马杜洛，深夜这一场行动代号悄悄的展开。当时出动的就是美军最精锐也是最神秘的，他们叫做这个三角洲特种部队。等一下我们会三角洲特种部队会有比较精密的一个解析哦。那么当时呢，他是直接闯入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的这个官邸的卧房，并且在这边引爆炸药之后，就强行的闯入了。5分钟之内，只有短短5分钟哦，是立刻攻坚完成，并且这个马杜洛的夫妇哦，他们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已经被强压上美国的军机离开了当地哦。那么当天晚上，根据美国的人民所看到、所描述的画面，就是当时在卡拉卡斯的上空是有直升机来做穿梭的，并且在当地连响了7座非常大的巨大的爆炸声，火光整个划破了夜空。美军的精锐迅速的控制了目标地区，而这一场行动最重点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他们到底是谁呢？他们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核心。那么他们其实是在美军是非常精锐的一个部队。回顾当年2019年的时候，他们曾经猎取伊斯兰国的首脑，也就是巴格达迪哦，是被视为是最危险的部队，也是这个电影《黑鹰计划》当中特别描述过的这一个精锐部队。他们更是有备而来，这个精锐部队早就已经针对这场行动在做准备，也就是在去年12月曾经拍板了一个行动，叫做绝对决心行动。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他们就直接搭建了一个全屋尺寸复制马杜洛他的官邸的一个复制品，就在这个屋子里面进行反复的演练操演，所以呢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而在行动当天呢，根据美方的参谋首长的说法，其实除了这个特种部队之外，还出动了超过150架的军机，之外还包括了 F-22、F-35，还有 B-1 轰炸机、E-2 预警机和各种的无人机。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这个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全部给瘫痪掉，最后再派直升机低空的突入。那么三角洲的部队呢，外媒形容主要的任务就是分为4个中队，部队是专精于这些高风险价值的任务，还有反恐行动跟人质救援、歼灭威胁目标的各种侦查等等。而这一次为什么行动可以成功？除了有这种特种部队，还有美军的各种的这种军机还有他们的武器之外，CIA 在美国还安插了线人，并且派出了逆踪无人机，长期持续的监控马杜洛，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美军还根据了解，寄出了5000万美元的悬赏金额，提供给这些提供情报给美国的这一些线人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关键之一。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这个三角洲部队被比拟做黑鹰计划的特战级的单位，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为什么5分钟之内可以攻坚？是现代版的斩首行动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吗？事前模拟的官邸的这一些动作是否又非常的缜密呢？吕舰长怎么看？我们讲到三角洲部队以及海豹部队，他们都是同一等级的这一个特战部队那特战部队当然它有肩负一定的使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它所宣称的兵力，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来看这一张我手上这一张，也就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它实际上的部署那在最远这个呢可以达到500公里远的，那也就是
中国大陆输出的这一个JY-27的这一种反逆中的一个雷达。那其实呢，它除了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装备之外，它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它虽然这边叫做安提2500啊，其实它也等于就是 S300系列的防空飞弹。那我们当初看到了这么多的装备，为什么？就是刚刚如同主持人讲的。5分钟就结案了。那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状况，也就是美军其实他们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模拟，然后这个模拟呢，我们看到它不是只攻击有关于首都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红点的部分，通通都是攻击的位置。那攻击的位置，就是其实让委内瑞拉的部队其实并不确认它真正的重心在哪里？另外特别强调的一个，也就是160特种部队，它其实号称夜行者，那也就是这一次作战其实是半夜出动的，那也是凌晨，它执行的都是高风险低强度的一个夜间任务，它所进行的任务的本质其实是渗透。以及撤离，还有突袭，这一次就是突袭。那我们在这张图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那也就是奇努克那 CH-47的这个双螺桨的一个直升机。那前面这一个，因为这个照片太糊了，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判断了。那但是其实它所有的，包含刚刚电视墙上面的无人机，其实它整个的装备就在这里。那大家会觉得一件事情很奇怪哦，为什么这一个反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多次拿出来的这张照片，也就是JY-27的雷达。没有征收到，其实这个问题呢，不要问别人啊，这问题要问委内瑞拉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看到Sky TV 它所提供的一个讯息的话，他讲说这一次其实叫做协议性撤退。那什么叫做协议性撤退？协议性撤退也就是真正靠的不是这一些武器，不是这一些那个部队，而靠的是美元的能力。也就是我透过了买通这么多的一个各级军官，也就是哪怕你看到了，也都是做壁上观。所以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立刻就拿下来，而且好像也没有看到整个委内瑞拉的部队成体系的进行反抗，或是不成体系的，也就是我们台湾常常讲到的分散式管制的一个反击。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它整个部队都被渗透了，被渗透之后，其实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也就是完全束手就擒。好，所以这次美国的攻坚之所以可以成功，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支特种部队之外，还有武器，还有刚刚小舰长帮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国早就已经打通，并且成功收买了当地的一些官员来做到里应外合，让这一场任务就变得更加的成功顺利。那其实现在大家也在看说，那中国大陆呢，在这一次的这一场行动当中，怎么看不到它的角色呢？因为这个委内瑞拉不是多年都是靠大陆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吗？为什么这一次好像看起来没有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大陆长期在这边，委内瑞拉长期跟大陆买的武器有哪些？画面上 CG 我们看到包括了反隐身雷达，还有2栖战车，打造的是整体的海陆空的防御线，被视为是中国军事在南美洲的一个最佳橱窗。那针对这一场任务，其实国务卿卢比欧也特别点出来了。他说呢，这个是西半球，我们不容许中俄伊朗在这里接下来建立任何的情报、能源跟军事上面的据点。美国也不容许中俄伊朗在委内瑞拉搞情报、投资石油业。带观众朋友也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同时也是现在的代理总统，本来呢他一直在批评说这个川普的行为是非常的恶劣，是暴力的，但他最新改口了，他说呢，他接下来愿意和美国合作。好，先请教委员怎么看？美军快速的拿下马杜洛，中国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为什么看起来失效了呢？那委内瑞拉其实除了有中国大陆武器之外，其实还有其他，比如说俄罗斯的武器、防空情报，为什么美军可以轻易的突破？委员怎么看？
中国帮委内瑞拉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不是美军很厉害，而是美金很厉害哦。这个美金是超级厉害的我解释给大家听那个中国卖的 JY27反隐身雷达是米波雷达，它只看得到，无法手电，无法射击。换句话，它不是拳头，它只是眼睛。所以即使它看得到逆中战机，因为米波太长了，1公尺以上的波段，它根本没有办法用飞弹瞄准，所以就不用提了。那你所以你那个 VN16、18两栖战车没有用，因为没有人要登陆根本没有人要登陆，你用两栖战车干什么？所以买了这2款一点用处都没有。真正有用的是俄罗斯卖的叫英格拉 S 肩射式防空飞弹，去哪里了？200枚在哪里？没看到，那怎么可能呢？那这一次美军怎么进行攻击？你别听他吹牛什么我模拟老半天，我4个中队，一个中队75个人，4个中队300个人，好像很厉害不用，台湾军队就可以抓得到，只要美军够的抓得到。这是什么玩的游戏？为什么很确定这是美军呢？如果你美国国防部委内瑞拉国防部的军人在马杜罗的住宅附近10公里内布满了200个肩射性防空导弹，请问你这三角洲特种部队搭他们的 CH-47 Chinook 运输机，那是没有防卫的能够进入他的住宅吗？不可能的事，一定被打成烂窗。你三角洲打成五角洲，变成三角裤都没有了。我讲的不客气是这样子打那种飞机太容易了，我又不是没有试过这种瞄准打那种飞机的，它一低空嘛，根本就不用什么隐身不隐身。那监射是，我跟你讲，300颗有1颗打不到，什么意思？买光了，军方买光了，政府买光了，政客买光了，包括马杜罗办公室买光了。那这马杜罗活该嘛？当总统当到这种地步，也真是活该，没什么好说的。那所以就吹嘘美军很行，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武器这个很差，因为他根本不是用这种场合他不是F-35飞来跟你打架他不是他完全就是直截了当的买完了以后，你不可以部署肩射式防空导弹，肩射式防空导弹200-300枚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全部消失掉，你说是怎么可能呢？就消失掉了。你说哇，美军有去轰炸什么雷达站，当然会开个雷达站让你打看，表示我有抵抗，那我钱照收。这种黄盖的戏我们还没看过，《三国演义》大家看过黄盖吧？没什么了不得的换句话说，这个马杜罗被抓就是因为什么？他自己不晓得花钱不晓得去收买这些人我跟你讲，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公开讲，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所有的首都的防卫司令通通收钱，不然不可能这种结局。你问那个我们真正的军人知道，你只要一声令下，在周遭每个地方肩扛着，你美军进得去吗？你说轰炸，你可以轰炸200多个点吗？那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个屋顶上民居都可以有你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不出动？收了钱嘛，所以美军比美军更厉害。美军厉害还是美军厉害 ？Russ 来。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在台湾社区媒体看到太多人，包含政治人物、KOL 等等，都一直说你看中国的军火工业那么乱七八糟，设备那么乱。我真的觉得这个思维真的是对台湾国家安全非常非常危险。那如果这一次委内瓦的防空系统失败的话，那或许是因为委员刚说的是他们被收买，或许是因为训练不够，人才培训不够好。没有，那个建设是不用训练，只要监视而已。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评论说，其实他们购买的系统，不管是中国或俄罗斯，其实不合适委内瓦的情况。那不管是什么理由，我觉得这个不等同你可以嘲笑中国的这个军火工业或他们设备的能力。所以我真的呼吁台湾朋友，你不要这样嘲笑中国的军火工业，他们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该做的国防投资还是要做，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嘲笑中国的防空设备或武器等等。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思维
很危险。但是如果真的是叫委员说的是美国用它的美金或情报的能力，这个也还是值得佩服，不是吗？对是，CIA 很厉害，哇，比那个普丁厉害太多，你普丁都买不动基辅，你看。是。那同样一个问题，我也请教杨老师又怎么看？就是刚刚也特别提到说，这一次美国为什么要抓马杜罗，是不是就是主要他就是要阻止中俄伊朗在委内瑞拉这边去发展他的武器跟他的情资？那台海确实刚刚 Ross 也提到嘛，是不是接下来也要紧张？老师怎么看？其实美国从冷战之后啊，针对4个国家的元首曾经进行过斩首任务，都成功。1989年巴拿马诺瑞加，跟这一次的在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很像，我们等一下会来比较一下。第二个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总统海珊，然后呢，2011年利比亚的总统戈达费，那在巴拿马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说，那个时候打了快1个多月啊，美军自己死亡25个人，受伤超过300人，所以那是军队真的上去。然后呢，巴拿马的军队，巴拿马跟委内瑞拉不能比啊，那个军队基本上是非常弱、非常少。那委内瑞拉这边死多少人？死了大概200多个人，所以那个是一个真的就是长期大概超过1个月，然后呢，美国也是慢慢的推进，最后把诺瑞加给逮捕，那一直关了大概有将近20年哈，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法国。这一次你看，没有1人受伤，没有1人死亡，美国，所以完全验证刚才蔡委员讲的，就是美金的力量。那现在报纸已经出来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个人拿了5000万美金，5000万美金一个人，值得。对，因为你换算那个石油量是多少？是委内瑞拉所拥有的石油储存的量是全世界最多，但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你不要把这个价钱公开，待会凯达格兰大道有个办公室主任啊，我会拿这个价钱。他成也石油，就是说他因为他有石油而且他储存那么多，但是呢，他开采的很不利，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就是那个雪佛龙啊，大概是在那边有开采权，开采的很少，其他的开采的不多，所以大家都说啊，因为要阻断中国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错。到后来，它将近70%到80%哦，都是输往中国大陆，但是占整个中国大陆在去年整个总进口的比例不到2%，所以事实上并不是说真的要斩断中国这个问题，而是为了石油的问题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难道是川普要开战吗？他这一次直接就抓了元首啊马杜洛，并且呢霸占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现在是不是要正式的回归所谓的门罗主义了？现在拉美国家可以说是全部拉起了一个警报。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变成大国化地盘、小国被牺牲的时代？难道正式到来了吗？今天我们来一起做解读。这一次我们看到川普啊，他直接呢就是毫不遮掩的派兵，逮捕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马杜洛。重点是呢，他是没有经过这个联合国授权的，没有通知美国国会的，是毫不遮掩的直接派兵去逮捕了马杜洛，甚至公开表示哦，他就直接说了，美国啊，我们接下来会来接管委内瑞拉，让美国的石油企业可以做全面的进驻，掌控这个地方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之一。我们来看到前空军的律师他怎么说？他说这不只是在外交上针对委内瑞拉的冲突而已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会引爆国际武装冲突的，也就是等于呈现了一个开战的状态。现在再看《经济学人》也特别点破了，他认为川普要来做的就是亲手复活的这个老剧本，正式宣告门罗主义正式回来了，西太平洋地区应该要属于美国的。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美国真的可以想抓谁就抓谁，想要站哪里就站哪里吗？委员怎么看？大概只能限制于中南美洲几个国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行得通。
那我要特别提的就是说，美国在川普的想要接管委内瑞拉，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啊，不符合国际法，他马上就符合国际法给你看。什么叫马上符合国际法？隔2天，委内瑞拉新总统马上会跟美国签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就是你是我的宗主国，我是你的这个藩属，就是我就是你的帛琉，帛琉就是美国的藩属国啊。他会签一种在法律上叫自由联系条约之类的东西，就宗主国啦。那国际法就合法了。谁说国际法不能够事后合法？可以啊，可以啊，船过水无垠。然后更讽刺的，我跟各位讲，我的预判。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水准会变得更好。麻烦在这里呀、啊，为什么制裁没有啦？啊，那第二个呢，更搞笑的，以前呢，马杜罗贪污腐败的钱都回来了。马杜罗真的很贪污、很腐败，不用怀疑啊。那所以这个川普在讲说他贩毒，你在讲什么？委内瑞拉卖到美国的毒品只占美国进口量的8%，可是从哥伦比亚到中美洲到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毒品占70%，你不打那个70%，打那个8%的，所以毒品不是理由。第二个，我也不同意是因为石油，是因为石油公司不是石油，因为美国自己石油很多嘛，他怎么会在乎自己有没有石油用？他是因为石油公司的利益，在当时被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跟现任总统用国有化没收，没有赔偿任何1毛钱。这个庞大的损失现在还挂在这几个石油公司的账上。那川普去打这样战争，美国老百姓当然会支持啊。然后石油公司的老板会抖内，你看开玩笑，这是这么好的生意，所以不是石油，是石油公司。所以他马上讲，你看我们石油公司马上要进驻委内瑞拉，全世界最大的矿产，而且现在的石油价格是1桶60块美元，很便宜啦啊。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他就告诉中国、俄罗斯，你少给我管啊！你什么“一带一路”撤掉，我不高兴。如果我高兴，你可以“一带一路”；如果我不高兴，你只有插入可以走。这个，所以一开始大家讲说中俄啊厉害啊，怎么厉害？我说一点都没有。川普只要下令的话，中俄连巴拿马都乖乖取消“一带一路”啦。下一次取消的就是巴西跟那个秘鲁，他要不要而已啊？他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要不要而已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委内瑞拉对中国、俄罗斯叫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他不至于像这个台湾在中国大陆旁边的鞭长可及，可是大陆那个鞭软掉了，这差别在这里啊。是。好，同样一个问题 ，Ross 又怎么看？就是等于说，美国现在想要抓谁就可以抓谁，想要站哪里就站哪里嘛？你怎么看他的行为？当然没那么简单。比如说，北韩金正恩也是晕毒了，也是实现很多假期啊，尤其是虚拟货币啊。但是目前川普根本没有计划去抓金正恩，对不对？那因为是北韩有核武，对不对？所以没有核武的国家，那就比较美国对美国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选择了。但是将来几年川普还要执政3年，会不会再次有类似的事件啊？那不排除，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不排除，毕竟有这个潜力。尤其是如果是在中南美洲的话，真的有类似的情况的话，那或许美国会再次出手，真的是不能排除了。毕竟没有什么后果了。那当然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俄罗斯，公开会发言。看很多国家，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他们也没有很强烈的批评或抗议。他们说我们是高度关切之类的，但是没有直接说美国你错了，川普你错了，我会制裁你。但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其实川普知道，他幕僚团队知道，尤其是在中南美洲这件事情是可以，不管是从政治、贸易、其他的角度来看，连国际法，其实美国这样做其实是没有什么负面的后果。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川普可以说这个门罗主义复辟，但是后面要承担的结果怎么看？这个是来自于《经济学人》跟《纽时》都提醒到了，因为之后呢，摧毁了这个委内瑞拉之后，就等于美国要摧毁秩序，要承担后面的结果。委内瑞拉要知道，它现在的经济状况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的，比这个伊拉克还要更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经济状况哦，它的这个通膨高达了6%。
贫穷率82%，GDP 统计我查了一下，过去13年暴跌75%，现在人均 GDP 大约是落在3000到4000美元左右，还有800万的人民因为经济实在太差了，逃离当地，国家空洞化，黑市武装再起，美军恐怕陷入在长期的内战当中。到底美国这样做值不值得？杨老师，川普不会去接管委内瑞拉，整个中南美过去数百年来就是在一个循环的宿命，那就是在被美国控制影响之下，它不断的出现政变。如果政变不行的话呢，那就会是 CIA 去煽动，然后呢渗透，那最后呢美军会介入，然后介入之后呢，他也不会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美国接管，因为他知道那根本就是个烂摊子。美国只是要的是这个区域的掌控，门罗主义，但是呢，也要排除就是其他区域中国、俄罗斯的这个介入。同时，因为看到他也知道这个循环就是，但不断的就是在左右之间的摆荡，也有很多人上这个几十万人这2天在街头上是抗议美国，然后支持马杜罗，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很高兴的，就是说马杜罗被逮捕。对，所以说他们的生活会改善，那我觉得其实可能是短期的现象。因为关键是这个现在这个副总统他之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这么快就转变了态度，一定是跟美国达成了协议，可能接下来透过一个暂时的过渡，甚至举行选举。因为那个去年12月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对党的领袖川普，昨天自己都发文说，看起来他好像不太受委内瑞拉人的支持，所以他也没有想要去支持他，对，所以他没有要去接管任何的这个情况，因为他知道那是一个无底洞，他要的就是刚才蔡委员所讲的，让美国的石油公司回去赚钱，然后能够再提供政治现金或者其他的利益给川普家族，我觉得都很清楚。过去一直都是这个如此的情况，那所以他不会去重蹈在利比亚或者是伊拉克的这种情况，那因为毕竟这是他自己家里的后院，而他长久以来让这个后院一直不断的烂，但是呢，他确定他的后院。好，所以美国基本上还是不会去介入在委内瑞拉它这个经济上面的烂摊子。但是呢，现在川普已经直接恐吓了，你现在是这个委内瑞拉，接下来几个国家你要特别注意的，他恐吓的包括了哥伦比亚、古巴跟墨西哥以及其他他说不配合的国家，你都要小心了。那么智利的总统也很紧张，他说今天是委内瑞拉，明天可能就是任何的另外一个国家。现在是不是说大国就可以自己划地盘，小国只能跟着被牺牲的时代正式来临？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绝对决心的这一个行动是教科书等级的，那只是他把原来 under table 下面的东西掀出来了，也就是美元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们也就看到之前我们看那个所谓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特别提出了美国未来重点在于西半球。那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战略出台之后，当然要有3把火，第1把火委内瑞拉就中奖了。那其实我们讲到说，刚刚Ross 有讲到说，各国没有谴责，其实不是没有谴责啊，是还来不及谴责，马杜罗就已经到纽约了。对，那谴责有什么用？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讲到说，今天也就是1月5号的时候，安理会实际上是要开一个临时会议来针对这一个委内瑞拉的问题。不过开了会，最后也是白开。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讲其实，在帝国崛起的时候，它就建立非常多的制度或规则，那让大家所有的国家都来 follow 这一个制度，然后符合帝国的它的一个价值。那可是呢，现在帝国正在的倾颓之中其实是最可怕的，因为原来的规则已经完全不适用了。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即使安理会有任何的决议，不要忘了美国有一票反对，最后也这个会也等于白开。所以他有警告有关于这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也就是
当初被指的这个门罗主义的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现在每个都绷紧神经，因为我们来看去，委内瑞拉其实算是一个有心要整顿它的军事装备的这一个国家，都已经如此了。那我们刚刚讲那些国家，它里面没有更腐败吗？没有，或者是它有更多的武器可以反制吗？其实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一记警钟。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从国际关系来特别解读川普这一次活捉马杜洛是剑指大陆吗？我们来看到他掠夺的是委内瑞拉，他要来做的事情就是重建石油美元，斩首人民币国际化。从财经面，我们也做一次比较清晰的解读。好，来看到的是这一次针对川普针对美国的这一场大行动，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为了美元而打的这一场战争。来看到新华社怎么报道，他说第一时间定调这就是赤裸裸的霸权行为，他认为美国再次的上演这个叫现代海盗的逻辑，也就是用政治呢来指控，并且正当化所有的军事行动，完成政权的更替之后，一切都由美国的资本做进驻，来瓜分一个国家的资源跟这个国家的命脉，并且回顾了川普才上任短短的时间，第二任期已经对7个国家发动了军事上面的行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委内瑞拉之外，还包括了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索马利亚、奈及利亚等等的国家，而另外也看到了这个是川普嘴巴上说不会让美国再次的拖入战争，但是已经有这么多的国家是他祭出的这个军事行动了。那么现在也看到呢，为什么说他必须要打这个委内瑞拉，并且拿下它的石油呢？就是因为委内瑞拉虽然说看起来储量很高，但是它的产能还是不够的。他认为说技术上面受到限制，产能被压下来。如果美国接管，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来去生产它的石油的。那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对美国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将来可以用作美国的基础建设、AI 资料中心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杨老师怎么看？接下来美国的油气就会来做进驻，这是川普说的，这是川普的最终目的吗？一切都是为了石油？老师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川普上来之后啊，他也蛮一致的，他就是认为整个美洲就是美国的美洲，就是以前的门罗主义，现在我们把它叫唐罗主义嘛，哈，因为从英文的叫做 Monroe Doctrine。那这个唐罗主义跟门罗主义就不一样了。门罗主义只不过是在告诉这些西方的其他的这些大国不可以介入到美洲的事务，但是唐罗主义就更进一步，是美国要完全的主导。那我们看到就昨天1月4号的时候，在美国白宫的新闻副发言人的负责人叫做 Stephen Miller， 他的太太叫做 Katie Miller， 在 X 上面 po 就是把格陵兰岛整个变成美国的国旗，已经现在是2-3千万人在上去点赞但是呢，白宫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意见，所以他怎么评论？他就一个字 soon， 就很快就换格陵兰岛了。所以这个就表示说，就像他觉得这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整个美洲，那这边上面长了一个瘤，因为他反美，但是他又控制了这么大的一个资源，然后呢，让俄罗斯或者中国大陆的这些建设或者是经济，也许有军事进来。那我觉得美国这个如果从战略层面最担心的，不只是石油，石油当然是一个关键，石油公司的利益更是关键，但是呢，他真的怕中国的经济跟基础建设整个进来到中南美洲，现在已经不得了。整个就是“一带一路”港口，然后呢，基础建设进入到中南美洲，再加上贸易，这些数据我都不需要再多举例。事实上，在过去这3到5年之内，那是加倍，每年都是成倍数的这个成长。美国人担心的是，过去他们不太治理，放到后院，让他们自己在那边烂的，作为美国的
这种核心利益的附属的这些中南美洲国家，现在可能会强起来、壮起来，在中国的基建、跟经济、跟贸易的支持之下，甚至未来的科技，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就不是美国所掌控的门罗主义，更不是唐罗主义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南美洲这是一个宿命，悲哀的这个宿命，他没有办法跟着中国跟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在基础建设跟贸易上在跟中国进行正常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大概开始排除的就是这些层面了。好，所以美国除了这次针对委内瑞拉它的攻击，除了要石油之外，也是要让这个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不要真的完全的进入在中南美洲国家，也要打击大陆的经济。一样的问题 ，Russ 有怎么看？这个需要时间，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回头看刚刚杨老师有提到，最近几年中国跟中南美洲国家贸易是越来越贸易的这个量越来越大。对。而且中国企业愿意投资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不管是机场、高速公路、铁轨等等啊。那问题是美国企业已经是一阵子不太想去那边投资，那怎么说服美国企业重新去那边投资？以前冷战的时候，美国企业是愿意在那边投资，然后后来是比较没有兴趣，那不管是因为贪污或利润不够等等问题啊。那中国企业因为很多是国营企业，那国家说，你要去中东投资，你要去中南美洲投资，他们就去，员工也跟着去。那美国企业是不是国营企业？所以说服美国企业去那边投资，这个目前是一个问号，真的是一个问号。那另外刚刚有提到一些，不管是电讯设备，那怎么说服这些中南美洲国家说，你已经装了什么中国来的设备，不管是在港口或电讯等等，你要通通你出了，那当然他们会想美国说，那钱哪里来的？这里目前也是一个问号。所以美国将来的确说会向这些国家继续施压，你不要跟中国合作，你跟中国合作的话，一定会有后果了。但是美国会弥补这个缺口，不管是贸易或投资方面，真的是一个问号。是好，所以美国持续的也是施压这些中南美洲国家，也是不要让大陆在这边持续的抢下在这边的经济上面的话语权之外，包括了夺得政治上面的话语权。那么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也要重新夺回在中南美洲国家这边的美元跟它的能源的定价权，因为呢，现在看起来委内瑞拉85%的原油都是流向中国的，并且都不是用美元做交易了这边都是用它的本币做交易，直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一点反而是川普现在非常忧心的，所以呢，一旦他完成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的话，他希望未来西半球的石油都是用美元来做计价，把这个人民币计价给赶出去，有可能吗？委员怎么看？没有，是现在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买石油都是用美元啊，并不是用人民币啊。所以大家在谈石油、美元啊、人民币、能源结算啊，这个都杞人忧天。因为石油美元是什么意思？就是出口石油到美国的国家赚了美元以后，如何回流至美国？那个回流美国的钱叫石油美元。美国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石油的国家，它的进口啊，一天大概700万桶，非常少。它一天生产1300万桶，然后这个进口这个出口700万桶，数量不大啊。然后进口多少？500万桶。可是进口从哪里来？就加拿大，加拿大95%卖给美国，是运输成本的关系啦。北边的就用加拿大的油，南边用别的地方德州的油。那这种石油美元会真的累计比较多的就出口国家，最大的就是沙特阿拉伯啊。那俄罗斯现在在卖石油都用人民币结算了，所以这个石油美元就是卖美元所持有，卖石油所持有的美元。是已经到顶了，已经到顶了。那你美国说接管美国石油公司接管了委内瑞拉石油，它不卖给中国，卖给谁？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的中国啊，量很大，你没有人可以买，你还是卖给中国啊。所以川普这么会做生意的人，那当然，金明兄，你给我多买几桶啊！我现在你不要跟俄罗斯买，你跟我买，我们两个好一点。这种事情川普会干的啦，对不对？那。竟然中国少给俄罗斯买石油，还多给委内瑞拉买石油，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多少啊。
那这个生意一定会达成。所以，那人民币结算有它的上限。你别看那个世界贸易量很大，因为毕竟人民币的国际银行系统还不成熟，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在中国央行所能够影响的其他的央行数得出来，没几家，而美国联准会所能够影响的央行，欧洲一大堆啊，日本啊、韩国啦、澳洲啦、加拿大这几个央行加起来的 GDP 超过全世界60%，这是央行厉害的地方啊。那你说北京人民银行能够打一通电话号令几家央行，数得出来啊？这个才是人民币结算的精华。你不要看它什么每天交易到没有，是央行谁厉害？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认为人民币的结算还没到天花板，但是有它的天花板。然后美元、石油美也到天花板，再增加也不太可能啦。因为什么？因为其他的跟石油没有关系啊。所以如果不是大宗石油结算，其他零零星星的结算，什么义乌产品，那坦白讲不是重点。好，以后应该会用川普家族发行的虚拟货币来结算才对。你没有企图，你没有企图。来，小舰长。我们来看其实美国真正在意的，也就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基础建设，其实现在都落在中国大陆的手上。那我们来看，之前在秘鲁有钱开港，那在大西洋一侧没有了吧？可是它有两洋铁路啊，两洋铁路如果铺成了，那也就是绝不可能。美国不准你盖两岸铁路，绝对不可能。对，那个就是我马上就要讲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面，他特别有提到有关于基础建设的部分，他提到的也就是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部分，你不要来染指。那美国真正想做的是什么？那刚刚郑源老师有提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委内瑞拉它的这一个炼油的效率不好啊，那它炼油的效率不好，但是呢，有人很想炼啊，那也就是铁氟龙啊，它在这边有这么多家，也就是在现在讲到的所谓的美国湾的部分，它有这么多的一个炼油厂，而且它专门炼的，也就是委内瑞拉的这种种植的这个石油的部分。可是呢，委内瑞拉的油现在却出不来。那委内瑞拉是一直都如此吗？不是。我们来看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委内瑞拉的油是美国的3倍。可是现在美国当然它有页岩油的部分啊，那它页岩油其实是现在委内瑞拉的7倍。那其实刚刚讲说没有钱的部分啊，那个他很快就会跟那个现在的代理总统讲，钱在这里啊。那刚刚也提到的，也就是委内瑞拉它其实是蕴藏量是世界第一。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前几大的国家，如果你不当美油友的话，你就准备遭殃。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无论是伊朗啊、伊拉克啊，通通都是。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也就是委内瑞拉事实上它是有稀土的，也就是我们看到黄色的这一块，它叫做奥里诺科矿产之湖。那现在我们只要看到美国想要对哪动手，就像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格陵兰，它也是都是在它的边缘都有非常多的稀土。那你说中间没有吗？中间不是没有啊，是冰封着。可是现在呢，如果以这一个我们讲到说温室效应以及极端气候之下，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发现，很难讲。所以川普即将染指整个除美洲以外的美洲国家。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中东国家，现在伊朗的暴动越演越烈，正式进入到第2周了。有一个说法，背后有没有可能有美国的 CIA 在后面推波助澜呢？等一下会来一起关心。
反制美以的联手威吓。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中俄伊朗则是举行联合军演。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现在来看哦，最近的伊朗越来越动荡，就是因为它内部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除了通膨不断的飙升之外，伊朗的货币也在暴跌，并且经济持续的衰退，民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走上街头抗议，爆发了严重的警民流血冲突，进入到第2天。街头上呢，其实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画面，包括警方都祭出了这些催泪弹来驱离抗议的民众，愤怒的民众甚至是摇铁门、烧车等等，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一起冲突是2022年阿米尼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抗争，一共是在31个省当中，已经有25省爆发了严重的抗议哦。整个这个25省里面呢，简直是陷入了一个瘫痪的紧急状态，170个据点爆发抗议，有造成16人死亡，并且逮捕人数现在有超过580人了。示威者高喊打倒独裁者。我们来看到最高领袖哈米尼也在这个时候出来说了，他定调这一场抗议叫做是受到，如果你出来抗议就是受到外国煽动的这个暴徒。那哈米尼说完之后呢，川普就立刻出来警告了伊朗，也就是哈米尼当局，他说如果你的伊朗安全部队啊敢对这些示威民众开火的话，我们美国将会出手帮助示威民众。他也强调枪都已经上好膛了，去呛这个哈米尼。所以 Russ 怎么看？伊朗会是下一个川普派兵的国家吗？之前他以核的理由来做轰炸，这一次会不会就真的出兵？特种部队会不会抓走哈米尼 ？Russ 怎么看？还是认为可能性不大。中南美洲真的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援啊。然后说实在 ，Venezuela 虽然有购买这些防务系统，但是其实他们的军事能力后来发现真的是很弱，甚至很容易。蔡委员刚刚说其实他们很多那边官员、军官很容易被收买了。那伊朗真的没那么容易了，而且过去这个美国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经验也不是很久以前。所以，其实美国人是觉得，这样对 Venezuela 是可以做，是 OK， 我们支持可以接受。但是在地面入侵一个中东国家，我认为美国人是不是很支持了？所以或许川普会想用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经济制裁，但是问题是经济制裁已经是有了，针对伊朗经济制裁已经是有了，那也是可以用网络上一些相关的手段。来帮忙示威者，我破坏国家安全系统的能力，也是有这个选择。那另外也是可以警告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俄罗斯、中国，不要介入，你要让示威者上来，推翻这个现任政府。那美国也是可以用这个做法，但是地面入侵，我觉得是可能性是不大的。好，但是我们也回头来看，说这场示威引起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不好吗？还是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网络上也有个说法是，川普背后力挺，在 CIA 这边做煽动。委员又怎么看？务必制服而后重生，这绝对是100%是伊朗自己搞出来的，然后让美国有机可乘。这因果关系很清楚，为什么？哈米尼啊，是以一种很有修养的教士，可是他的家族竟然是伊朗贪污腐败最大的集团，5个教士家族，带着宗教的面貌，控制的经济，腐败的不得了。然后再加上他的革命卫队，就是他们的黑熊跟青苗，用革命卫队的名义掌控所有经济，连进出口都要跟革命卫队缴税。然后国防军没有钱，因为财政部收不到什么税。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当然，接下去如果他好好去把经济给整顿，就他不是花很多时间在管女人的头巾，这个实在是很奇怪。不管老百姓的肚子，管女人的头巾，然后这是一连串奇奇怪怪的措施不提，他把整个伊朗的经济完全给冻结了。你说美国制裁影响他经济，他自己冻结的更厉害。什么叫冻结？你要开任何行业哈，投资任何机构，要看看革命卫队有没有投资这个行业。已经到了经济体制被封锁了，那革命卫队钱多到什么？可以跑到伊拉克炒地皮，整条街都买下来。
然后国防军哈啦一部飞机都没钱买，为什么？因为国防军他认为太中立，不可靠，革命卫队靠自己，那革命卫队每一个人捞钱都捞得肥肥的，然后搞导弹捞钱，搞无人机捞钱，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集团啊。那有没有人能够推翻它？还真的没有人能够推翻它。这种集团，可是一定要会使得伊朗会慢慢走向民生凋敝，那一群统治阶级生活过得很奢华。现在局面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这些街头抗议的人啊，他一定会被不满，会被美国 CIA 给煽动啊，而且煽动成本又很低，不需要像委内瑞拉付5000万美金，不用啊，煽动成本又很低。那未来会怎么情形呢？我认为最可能是美国跟以色列会联合做斩首行动，最便宜的。为什么？你如果今天革命卫队或者是什么保安部队出来对这个示威者开枪，美国最简单的做法就派飞机把那个安全部队总部给炸了，很便宜啊，不需要花什么成本啊。所以啊，如果是哈米尼最好躲好一点，对不对？那哈米尼旁边如果没有被收买，比较难收买，因为他捞了很多钱，会给底下的很多钱。这个跟那个马杜罗不太一样，捞了钱哦，他老婆拿走不给旁边人分，就是差别在这里啊。他很会，就是家族控制的啊。那人多势众，所以推翻不容易。可是如果一直在抗议，美国就借这个理由，你谁开枪我炸谁，你谁开枪我炸谁，对美国不稀奇啊。他们以前的革命卫队的司令官不是被炸了吗？苏梅哈尼不是，苏梅莱尼嘛，被炸了吗？还有以色列不是把那个哈马斯的头子给炸了吗？所以，我只是说哈马尼最好躲好一点，你要跟黄金一起埋葬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民众对于当地的经济还有政府的不满情绪哦，让美国有机会在此介入。那其实伊朗对川普美国对伊朗虎视眈眈，也有一些重点的原因啊。我们节目整理出了4个，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就是因为石油，因为伊朗有很多的石油嘛。那第2个就是伊朗可以控制的荷姆斯海峡。第3个就是有关于以色列的安全。最后是他希望可以趁机打击中国在这边的影响力。我们先来看到石油，伊朗现在拥有全球10%的石油储量，90%卖给大陆。第2个，荷姆兹海峡，它每一年控制了7.5亿石油的经过的地方哦，它有这个重要的战略的要冲，占全球海运原油1/3，全球产量的1/5。以色列的安全是因为呢，当时不是有这个以伊战争吗？互相打哦，那伊朗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美国和以色列只是重创了伊朗的防空，但是现在美国更担心的是，在大陆的帮忙之下，伊朗根据了解有能力年产3000颗的这个飞弹，所以对以色列的安全形成了威胁。最后，他希望可以打击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影响力，尤其是针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陆，他也找来俄罗斯，找来了伊朗一起军演，是要对美国叫板吗？舰长怎么看？我们刚刚从手板上已经看到了，全世界有那个石油储量第1委内瑞拉，第2个也就沙烏地阿拉伯，第3就是伊朗。那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但是匹夫不是完全无罪啊。那刚刚那个郑源老师已经讲了，你的这个政府高层的这个教派领袖，你其实你本人很清高，可是你的家是就是演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但是你的家族贪赌的非常厉害。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是我们讲到的1989年巴拿马诺瑞加的这个正义之师行动，诺瑞加也是贪得一塌糊涂。那还有现在我们讲的委内瑞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伊朗也都是如此。也就是你越是贪腐的环境，越容易让美国的 CIA 可以更容易渗入。那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金砖国家呢，是不是在跟美国叫板？其实不是，而是呢，这个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有讲到联合国的角色，可是联合国的角色非常的没用，因为它有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干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金砖，它虽然称不上说是可以取代联合国，但是是可以跟代表的与美国完全不
不同的另外一个国际集团。那也就是透过这个方式，然后现在他们讲说，要进行军演啊，叫做和平意志2026，也就是说。这一个演习，他把一大堆国家叫来，那大家会怀疑啊，说这个有关于俄罗斯也在里面啊，那这里面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其实跟大家报告，中国大陆早就在做如何的让俄罗斯的装备可以成为中国大陆体系化的一部分。好，所以一边我们看到其实有另外一个集团，中俄、伊朗等等，大家联合起来。但另外一边，我们也看说，川普这一次对伊朗动手，会不会也是想要打击大陆？杨老师怎么看？其实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有2点啊，大家可能会被西方媒体误导，好像腐败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人民受苦的国家，美国的正义之师就可以这个不顾一切的进入到这个国家进行斩首的行动，换一个政权。我觉得那全世界腐败的国家太多了，哦，这不是理由。那第二个是，那是因为要去针对中国跟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势力扩张，我觉得这也就这个个案而言，其实勉强了。那当然都有关系啊，因为中国的这20年的发展，它的经济以及外交、地缘政治的层面，当然影响是全球性的。那当然，美国的一切的行动都是因为针对中国而来。这个也太台湾的青鸟思维了，哦，我倒觉得针对伊朗的部分那是有可能的，那主要的关键其实是以色列。当伊朗乱的时候，他就会去针对以色列，啊，那针对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会反击，然后呢就可以作为自己内部控制掌控的一个这种对外团结的理由。然后呢，美国就可能会担心，那这个时候，当他已经到这种比较是没有办法再维持他政权延续的时候呢，他对以色列的报复可能就很强烈。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以色列自己也许会先出手。